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3月26号星期日，又来到了离家近的这条相对窄一点的河的河边，看这两边的樱花都开了，而且这每个树底下是有灯的，所以晚上应该最好看。看，今天还在下雨，但是没有昨天大，气温有点凉。阴天一直要持续到明天，周二才是晴天，所以看看是不是明天晚上或者周二来这儿看看樱花。这个据说是一个很有名的看樱花的地儿，我左前方就是那个造币局大阪的。今天第4个训练日，咱们回复观众们的评论。还是准备了备忘的内容。嘿，看这个樱花，对岸也是，而且过了前面这个桥，对岸我发现有一个餐厅在河边，不知道能不能订到位。今天穿了件皮肤衣，昨天有点凉，这边下雨刮风挺严重的。行，那咱一会儿聊啊。雨还是挺大的，镜头上不免会有水滴了，大家见谅啊。因为我也不敢擦，一擦可能就更模糊。我这个设备是 Insta360 Go 第2代，加在帽子上了，特别期待下一代。我觉得有好多地方可以进步了，因为现在又过了这么长时间嘛，科技在进步了，电量还有低光线条件下的表现。要是能再支持高速摄影就更好了，就是能真正能够像我这么拍的时候的高速摄影就更好了。抱歉啊，我这雨一淋，把这个绩效贴上面写的字给淋湿了，看不太清楚。有一位老哥42岁，以后就是我知道咱们频道有好多年长我很多的跑者，您真的不用那么客气。解答您的问题就是，我觉得跑步什么时候都不晚。40多岁其实对普通人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。心率这个事情呢，不用太想太多。心率就是多跑就下来了，而且我的观点是，如果没有身体问题，不用太刻意去看手表上的心率去控制，你就正常跑，舒服的节奏就行了。跑2年就会有变化。怎么看待堆跑量的训练？我支持啊，我觉得积累或者说勤能补拙吧。这是最简单的办法，靠时间去累积，提高自己。因为这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，这种事情现在不多了。我也承认说，可能这样的话，不如一些有专业指导的效率高。但是其实就我们普通人跑步，虽然我老说只争朝夕，但是时间有的是，是不是？啊，上下坡怎么办？报了一场比赛，上下坡比较多，比较担心。我跑过的最虐的一场就是纽约马拉松，横跨那几个区的大桥，爬升最后是200多米，手表记录的。我的建议就是，普通人上坡其实是很明显的弱点，那这个时候上坡的时候不要太使劲蹬地，上坡的时候主动抬腿，找那种踏的感觉。下坡的时候一定注意安全，可以慢一点，千万别受伤，下坡特别容易受伤。其他的没什么，对成绩肯定有影响，
但是我觉得不会太大，因为它也不会是那种很极限的大坡。我其实甚至觉得轻微的上下坡都要比总是左右转的那种小径要好。Stride 加 Polar 连接苹果的手表，这个是这样：如果你用 WOD 这个软件的话，其实可以不用在系统里配对儿，就直接先用手机在 WOD 这软件里把心率带和你的手机手表连接上就行了，在那个传感器那个选项里。Stride 肯定没问题，就蓝牙正常连。这样的好处是呢，你的手表系统没有连到心率带上，而只是这个软件通过蓝牙连上，你能获得所有的数据，包括 HRV， 同时呢又不占用心率带另外一个蓝牙连接的配额。这时候如果你像我一样同时有另外一块表，比方说佳明或者高驰，还可以同时连这两个设备。Stride 是可以蓝牙和 ANT 两个协议同时连接两个设备的，心率带是可以两个蓝牙设备的，加一个 ANT 设备，可以连接3个设备，如果我没理解错，但是我没有试过同时连3个。我现在是2个手表都是蓝牙连接的心率带。刚才那位老哥，42岁老哥还问说，1分钟快慢尝试，慢的那一组心率下不来。我可以跟您说一个我的指标，我快那一组大概是能顶到175，我的最大心率是189，然后慢的那一组可以恢复到162。慢的那一组我基本上是4分40到4分55之间，差不多就是这个情况。而且变速或者间歇本身的奥义就是心率不能回到起点，永远是回的差不多了就开始下一组。我自己的理解啊，力量训练用什么工具或者用什么设备，在这边现在还没有买，这边就是一对10公斤的哑铃，做负重的体踵啊，或者是单腿的硬拉呀。在北京的时候，你翻我之前的视频，就被困在家里那几天，有也是杠铃20公斤的，然后就是有一个小壶铃做核心力量，卷腹啊什么的，就没有了。功率怎么看？说自己跑步的时候5分配速，功率就270了。功率这个顾名思义啊，它是个率啊，就是我跑1公里跟您跑1公里，需要消耗的能量肯定是不一样的。年龄、身高、性别、肌肉、体重都可能不一样。我猜就是，如果是同一个设备，我测是200的功率，您测是230的功率，跑同样的配速，那2个可能性。第一个可能性是所谓的姿势功率占比太大，姿势功率就是没有用在前进上面的功率。第二可能性就是体重大，第二可能性最大，因为第一个可能性差不多。我家属现在用 Stride 在训练，他6分多的配速，没有任何的基础，现在算是。他的姿势功率是32%，我是22%，那就算是200瓦，也只差20瓦，对吧？大多数就是体重，因为你要做的功不一样嘛，对吧？所以看的是功体比，就是功率和体重的比。这也就侧面证明说，一场马拉松的消耗。我前面跑了一大部队人，他们刚才在那边那特好吃的烘焙店集结来着。今天是周日。感冒退烧了好几天，还是没劲儿，能不能跑步？如果只是普通感冒引起发热，
没有呼吸问题，我觉得就没事儿。但是强度要低，活动活动可能对身体还更舒服一些，不冒进就行了。如果严重的咳嗽或者呼吸困难，就先停一停。但是我也建议，如果生病在家，完全休息，做做拉伸，让身体活一些，会舒服一些。有一位生物学的博士在咱们的观众里，了不起啊，也说了关于伤病这种事情。其实好些事情现在都研究不清的，因为人是一个特别复杂的系统。就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岔气儿这个事儿，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定论，对不对？人没有想象的那么脆弱。半马听我的说可以冲下来，有的小伙伴冲下来了，说不可思议，了不起。有的小伙伴也觉得顶不下来，有没有什么速成的办法？速成这两个字不适合于跑步，不可能速成的。我也看有些平台呀、媒体呀说讲各种技巧，技巧是有，但是放到这个马拉松和长跑上，其实它起的作用并不高，就是要积累。比方说前两天大破节有一个采访，就是讲他在肯尼亚的伊藤训练，我也打算想去那个训练营呢，回头跟大家伙分享。就说跟当地的精英运动员一起训练，跑一样的量，恢复不过来，没有一天腿是不疼的。那你们说精英运动员，当地的精英运动员有什么训练技巧吗？没有，他就是恢复的好，身体好，或者是长年累月的积累让他适应了那个训练量，而你不适应的人你也跟不住。所以像对我来说，我觉得跑步马拉松，你一旦入门了以后，最多的技巧可能就是在训练中学会该快快该慢慢吧，也就是这样了。其他的你说周一跑什么，周二跑什么，周三跑什么，这样跑一周，还是说像我这样跑一周，我觉得对普通人来说相差无几。看看啊，测了一个32公里，但是准备的不充分那种测，5分45的配速，想全程马拉松破4小时，觉得有难度了。我也觉得有难度，擦边儿吧。好像是5分40是4小时是吗？我记不清了，还是5分40多。但是如果32公里完了，这个配速很吃力，那您后边肯定会掉。后边的10公里掉1-2分钟很正常。大家看我那个动态，前2天发的东京马拉松的证书，我还是挺稳的。第一个5公里跑不开，没有进20，之后的几个5公里都在19分半到20分钟之间。最后一个10公里20分多一点，因为最后那1公里放了放。这种都是积累出来的，真的不是说有什么技巧，所以我也不推荐先快后慢、先慢后快这种故意的调整速度，那种说明你还驾驭不了它。如果你能驾驭得了它，你是不需要先快去害怕掉速，或者是先慢怕后边冲不起来的，对吧？一切都是练心率控制也一样，你控制不了心跳的快慢的，那心脏的肌肉不听主观意识。3月26号星期日清晨6点57训练结束啊，15公里1小时12，平均配速4分50，平均心率138，步频193，功率203。今天跑的比较随意啊，看这个神社。今天给大家回了回我记下来的评论，但是真的一下雨，你们看不清楚了，淋湿的。就比较遗憾，有可能漏掉了，也有可能说错了，所以大家见谅吧。我回头想想其他的办法，但是也不会总下雨的。明天就是阴天，然后后天就晴了。
就跑步这个事儿，好多自媒体啊什么的也都说一些技巧，其实真的大多数时候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就是积少成多吧。我相信就是大家如果都慢慢的积累，都会越来越强。就像刚才我说的，像大破节去非洲跟当地的精英训练，觉得跟不上。他就是这样，就是人家可能一年能积累到，比方说到100，你呢一年只能积累到80，而并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，是因为你恢复不过来，或者说是其他的原因，造成你无法坚持住。那它这也是一种差距。这就是说，为什么有的时候各种运动，你想走到最高峰的时候，都是要选材呢？要选，比方说睡眠好的、恢复好的这些就是这些都是写在基因里的，有时候没办法。但是大多数人其实不用太在意这个，就跟自己比就行了。在普通人的竞技水平上，大家都差不多的，或者说白了，我拍脑袋说一个数，2小时30以外的选手，其实大家都差不多，就不差那一点。就像那天我说的那个5公里从25分钟到14分多，YouTuber 叫Ben is Running， 一个英国人，可以去看看他。Ben 就是 BEN， 然后再跑就是笨在跑。他来参加了大阪马拉松，然后也拍了视频。之后他就去了肯尼亚的训练营，那个训练营是公开的，就是你花钱就行，那是一酒店。当时大破节也是在那，2周的训练，还能带你去看动物。如果你赶在大迁徙的时候去，还能看到动物在大迁徙东飞的，还行。我打算考虑一下呢，因为在2018年的时候我考虑过，当时都已经在咨询了，紧接着就2019年了嘛，对吧？就是想去玩一玩，条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样，非洲其实挺好的。行吧，那就这么着。今天跟大家聊这么多，这4天的训练圆满结束，回家吃饭，明天休息日了。我们都是每个4天的最后一天在视频里回评论，然后大部分的评论我会在频道里文字回大家，但是确实是有些多，我会再努力一些的。那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加油干，下回见。